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贸易高层会议取消，双方进入无线电静默啊，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事情啊，我们先把新闻讲一下啊。那么原定于星期六啊，就是8月15号举行的这个中美高层贸易磋商啊，贸易会议啊，只是一个视频会议啊，那么取消了啊。那么这个取消，而且不仅取消了，而且没有下一个会期啊，就会期没有，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这是个彭博社的报道啊，报道说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努姆辛啊举行的这个准备在星期六举行的这个视频会议改期，但是没有改期的时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取消了，而且没有打算再开，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会议呢，本身呢，从这个会议传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会议其实有点蹊跷啊。那么中美双方一直没有正式公布什么时候开，其实一直就没有公布。中方也好，美方也好，都没有正式公布说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啊，没有讲过啊。那么什么呢？就是路透社和南华早报啊，分别讲是星期六开，但是其实美国媒体没有讲过啊，美国媒体也就是引述这个来源这么说啊。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说，他说这个高层对话的信息将适时发布，其实也是没有讲会期啊，没会，这是有点奇怪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昨天，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啊，就放风啊，放个比较好的空气啊。他这么说，他说呢，贸易协议进展顺利，然后川普政府对中国在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的进展感到满意。他说了一堆好话，他说他们中方啊表示希望落实这个协议，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跟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分歧，但在第一阶段协议方面，我们还在接触。中国确实在加快进口我们的商品，这对美国的农业和农场确实是一个好事情。他的这一番话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这次双方的高级别会谈是有一个期待的啊，是有个期待，不仅仅中方有期待，美方也有期待，因为要不库德勒怎么会出来讲一番这样的话啊？那么中方呢，这个彭博社啊，引述中方的一个参与了这个谈判的一个中方的一个顾问啊，引述他们的话是这么说啊，sorry， 路透社才有中方的消息，彭博没有啊。路透社啊，他这么说，他说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沟通是一件好事，但他对双方达成新的突破不乐观啊。他是这么说，这个中方的参与者是这么说，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程度了，再好的协议也很难落实。这中方参与者的话啊，说明什么？说明中方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我们前天的节目里面说，中国外交部长乐玉成在8月11号他的一个讲话中是这么说，他说中美双方呢，首先要对话沟通啊，对话不能中断。尤其是双方两国外交部不能陷入无线电静默，就是再困难、再复杂的问题，也要拿到桌面上来谈。我本人已经做好随时与美方同行对话的准备。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已经不沟通了。
外交部就是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已经不打电话了，双方已经不来往了，已经进入这个无线电静默。什么叫无线电静默？就是你不发报给我，我也不发报给你，叫无线电静默啊。那么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中国呢，首先中国大家记得很清楚啊，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承诺要在2017年进口的水平上用2年时间增加2000亿美元。那么也就是说，贸易协议生效的第1年就是今年啊，进口要增加770亿啊，770亿。到目前为止，中国采购的农产品的水平还没有达到2017年的水平，更不要说要增加50%的这样的承诺啊。另外，在能源方面，中国只完成了协议规定目标的5%，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为什么？你想一下，川普总统一直标榜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dealer 啊，是他非常善于完成交易。但是你看，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川普总统为完成这个协议付出了很多政治成本，在很多中国的议题当中他都不碰，包括香港议题，包括等等啊，他让了很多，指望什么呢？指望中国给他面子，完成交易啊，给他买东西。买东西呢，他一方面在国内有交代，而且他还能报功，但是前提是你得买呀。但事实上什么？是中方没有买。中方没有买，对川普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打击。为什么？他一直在讲中国在花大价钱买我们的东西，天天在那讲，一讲到中美贸易谈判，他就讲中国开始买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在赚大钱。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根本没有赚钱，这打他脸，这是中方在打他的脸，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美国国内这个政治气氛，他也不允许他太热乎的去谈中美贸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次谈判当中，这次会议其实就很蹊跷，就是说没有会期，双方没有正式公布会期。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会到底怎么回事，它影响到底是什么啊？它反映了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出来啊，在这次中美的贸易磋商啊，这个会议美方不太积极啊，美方并不积极。从会议透露的这个渠道来看，路透社透露出来，南华早报透露出来，可以反映什么？这个会议是中方主动提出来的啊，主动提出来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什么呢？美国方面的态度毫无疑问就是条件好就开，条件不好就不开啊。美国的态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啊。那么第三个，你看会议最后取消了，为什么会取消？只有一个情况会取消，就是中方开出来的条件美方不满意，同时要求开更好的条件，中方又不同意，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不开了啊，不开了。这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你可以看哈，会前中方放了一个消息，放了个什么消息？这个消息是美方放的啊，就是中方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在会上讨论华为的议题。美方放这个消息出来，明显是因为中方提出来的要求，说明什么？
说明2点。第一个，华为真的很重要，因为华为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华为的这个许可证最后一天，今天到期，明天就过期了，明天就停了啊。那你想一下，中方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谈这个会议其实是很困难，对中方来说其实很困难。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还要提华为，说明什么？华为对中国真的很重要。那真的跟这个抖音跟华为那没法比，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美国上来就捏住华为，说明什么？看得很准啊。所以华为对中国很重要，这第一条。第二条，中方对美方有误判，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个会本来美方就爱谈不谈，爱开不开，你还在这个会前还提出华为这样的议题，华为这个议题其实没办法谈，为什么？美国商务部之前已经最后一次延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最后一次。就在此之前的那一次，我印象中应该是3个月吧，啊，现在是8月，那就是5月，5月份的那次延期那次，美国商务部已经讲过了，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去年5月到今年的8月，1年零3个月的时间，美国这些供应商应该没什么话讲。你想一下，你把它放到那个名单上，放了1年零3个月，你还没把你的客户全部挪好，那也怪不得美国政府了。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不会，华为的这个许可证应该是今天到期。那你想一下，美国商务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美国既定的政策，你现在拿什么条件跟他换这个政策？没得换好吗？没得换。所以可见中方误判了美方的态度和立场啊，这是，所以这一次你可以从这一系列的情况你就知道，这次会议为什么会取消？美国根本不想谈，美国根本没有意愿跟中方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第一个，你的这个进程，你的这个采购的进程，直接就打川普总统的脸，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下，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是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就是一条，国务卿蓬佩奥说的，对中国不能相信了。这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蓬佩奥在昨天讲得非常清楚，对待中国不能相信，而且需要核查。对中国讲的话要核查，第一不能相信，第二要核查，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态度。你想一下，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签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的这个采购进度离这个要求差这么多，怎么交代？没办法交代。所以美国已经失去了跟中国谈判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你了，失去了信任。任何一个外交谈判，互信，起码的互信，双方必须要有，没有的话就没法谈。怎么谈？这是一头，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互信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了就很难办，很多事情就不好谈了。这是第一。第二，中美之间现在在南海跟台海这两头是什么？军事对峙。现在在南海跟台海之间的这军事对峙，这个越来越紧张，是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这种事件啊，这是第一。所以为什么中方有消息说，中方这个通过各个渠道向美方传递消息，说我们不会打第一枪，就是因为现在双方的军事对峙，军事上的对峙越来越紧张。那中方赶紧给跟美国递话，
说我们不会开第一枪，什么意思？希望缓解这个对峙，但是我看这个对峙的情况，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什么？施加压力，不会停，会施加压力啊，施加压力。这是一个。第三个，其实目前中美之间的热点就是两个，核心热点是两个，第一个台湾，第二个香港。那么中美在这两个议题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退让啊，特别是你看，在香港，中方有没有退让？没有啊，1毛钱都没有退让。所以美国在台湾的议题上1毛钱也没有退让，又开始军售了，又开始谈军售了啊！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双方尖锐对立啊，尖锐对立。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美双方的敌意啊，这是个敌意越来越浓厚，双方的敌意越来越浓厚。有人会说这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其实不完全是对啊，不完全是这样。中美之间的敌意跟他双方的本身这个关系的进程是有关系的，它不仅仅是敌意，不仅仅是因为大选。你想一下，北京在香港的事情上一步一步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的往前推。你看，取消12名香港民主派立法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延期这个立法会选举，然后就是抓人啊，用国安法开始抓人啊，然后又开始延期之后的一系列的叫什么？叫这个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全部一步一步根本没有，连嗝都没打一下，一直往前走。美国方面在这些议题上面没有，美国方面也没有停啊。美国方面怎么做呢？第一个，制裁，上个星期制裁11个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然后终止中国的特殊的贸易地位，然后这个星期要求香港以后所有苏美的产品不得使用 Made in Hong Kong， 必须使用 Made in China 啊！你可以看美国也没有停啊，台湾那边也没有停，然后这个台海也好，这个南海也好，美军的活动也没有停，保持非常强大的军事压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怎么说啊？他这么说，他今天讲到香港问题啊，他这么说，他说香港在中国收紧管制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取得成功。他说，随着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死无疑。这是川普今天说的啊。他说，我们过往给香港大量的优惠措施是基于自由，我们想要自由，所以我们给香港大量的经济优惠。现在我们取消了这些优惠，因此香港不再有可能和美国竞争。这就是川普今天讲的话。那么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华为。华为今天应该是到期啊，叫临时通用许可证 TGL 今天到期。那么商务部在5月份说的是，这是最后一次延期啊。那么不大可能，美国应该不大可能在华为的许可证再延期，我觉得是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美国企业都不可以和华为以及华为的附属公司做生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整个华为的供应链会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断裂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3个月之后，现在是8月份啊，到11月份，我估计他们华为自己讲9月中零件就用完了，配件就用完了，那华为的高端手机应该就会停掉啊，大概就应该是这样啊。华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华为现在的情况，我今天看到任正非开始在那说华为开始研究6G 啊，6G。作为任正非是工程师出身啊，但其实他做华为是接工程起家啊，华为是接工程起家，接工程起家的工程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跑火车，满嘴跑火车啊。那么任正非，你看，你把任正非过去10次采访的那个话拿出来对比看一下，你就知道这是个满嘴跑火车的老头啊。所以大家不必太在意他讲的那些话，你就把他当做一个满嘴跑火车的老头，安度晚年就算了啊，他已经不是很重要啊。好吧，我们总结一下，中美贸易的高层会议啊取消，反映了3点啊，第一点，中美之间的对峙的情况没有因为中美贸易的高层会议，或者说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没有改变目前中美关系对峙的一个状态，或者我们翻过来讲。这次中美贸易高层会议的取消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川普总统没有受到中美贸易协议的影响，他的对华政策按照既定的方式在往前走。那么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没有改变他的对华政策，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结论啊！这个结论。我觉得在取消之前还是没有的啊，取消了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才能做出一个这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川普总统真的把中美贸易放下了，中美贸易协议放下了。中美贸易协议放下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真的没给他面子，真的没买东西啊，没买够东西，是买了东西，但是买的不多。没给他面子，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办法再坚持，至少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班子，他就算他想，他也说不服他后面的那些人。所以不要以为美国总统他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也不是的，他也得说服别人的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现在整个美国的气氛。你再去跟中国谈贸易协议这件事情，我觉得和整个的竞选气氛、政治气氛，这个叫什么？这个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整个气氛不搭，或者是抵触，所以川普总统也不好，他再想也不好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这2个原因。所以川普总统不能够把中美贸易协议来影响他既定的对华政策，这是第一个判断啊，第一个结论啊。第二个总结，中美之间现在的情况处于什么呢？处于无线电静默期啊，双方已经不玩了，就是不跟你玩了的意思啊。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跟美国大选有关系吗？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主要。美国大选放大了这个戏份，但是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还是中美之间走到这一步，还是双方互动的进程导致的结果，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就是现在这个情况，这是第二条啊，这第二条也非常重要。第3条，中美之间未来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不再信任中方了，对，或者是美国不再相信中方说的话了，这个很重要。你要知道，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你失去信任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重启双方的关系非常困难啊！你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才能重启双方接触啊、谈判呐、这些过程。所以刚才有一个中方参与的这个经济学家啊说中美之间已经坏的不能再中美关系，他怎么说的？原话怎么说的？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程度了，基本上现在讲的就是现在，我同意他的看法，就中美之间的这个情况已经坏的不能再坏，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看，我们过去这个星期我们谈了很多很极端的情况，这以前别说以前1个月之前我们想都不会想，包括台美建交这种事情。我们以前想的1个月之前都不会想，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超出大家的想象，超出我的想象，超出我们1个月之前根本就不会想到中美之间会走得这么快，啊！还有一个，这里面还跟什么有关系？跟川普总统的性格有关系。川普总统的性格大概是这样，很犹豫，很磨叽，就是转磨啊，事情拿不定主意，左拿不定主意，右拿不定主意。但是，一旦等他想好了，啪啪啪，马上3下就过去了，就这个问题。这是川普总统的个性，所以你可以看。在很多议题上面，你看川普总统左磨叽右磨叽，左过来右过来，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的政策制定，各个势力的角力啊，各个政治势力在白宫的后面，他都在发功，各种功，他没有一个政治势力会停下来让对方去做功，他停下来不会的。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在任何一个政策上，他都会施加影响力，对川普总统施加影响力，然后希望川普总统受他的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可以看美国总统的很多的政策没那么爽快，出来的没那么爽快，甚至说有一个政策酝酿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结果出来的时候只有这个样子，为什么？中间有各个政治势力施加影响，所以没那么痛快。没那么痛快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总统的问题，它有后面很多的影响在这里。所以在这里面，大家要明白，白宫制定一个不仅仅是中国政策啊，就制定很多政策，它涉及的问题都是这个级别的问题。但是大家也可以观察什么？你像蓬佩奥也好，库德勒也好。努姆钦也好，莱特希泽也好，他们出来讲话，其实不完全是川普总统的意思啊。川普总统有代表川普总统出来讲话的意思，但是也代表他后面的一些政治势力的影响。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比如说川普总统最近流传说，国防部长想讲大选之后要换掉国防部长，有这种传言。这种传言是什么意思啊？这种传言其实是一种角力啊，其实是一个政治势力的互相角力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尽量的提高我们的沟通效率。大家在发言的时候，
尽量的简洁明白简洁啊，不要说反话，不要反问，好吗？用直白的话来表达就好，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明谢一下JP 王，谢谢产 Claudia， 谢谢啊。好，突发，川普发布行政命令，限时剥离 TikTok 全部在美资产，销毁数据。腾讯220亿在美资产面临绞杀。蓬佩奥对微信行政命令涵盖比你想象的更广泛。能把这个原文发上来吗？看一下好吗？能把TikTok 销毁数据，怎么又变成腾讯了呢？能把这个突发新闻发上来给我看一眼吗？好不好？OK， 谢谢啊。观点，我感觉还是不开会好，一开会美国就被忽悠。生活经验告诉我，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因为他说什么都是谎言。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想法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想法。情况，四川烟草业内人士透露，今年烟草的税占四川全省的1/3，往年只占1/17。四川今年的财政税收岌岌可危了。这哪是四川的问题啊？这全国都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啊。情况，以色列将与美国达成协议，排除中国参与5G 网络发展。中共在以色列的一带一路也要完蛋了，应该是这样，以色列已经那个什么了啊，已经表达过了。王老师，您真是一把王者之剑，直取要害。我一直好奇，我很想问问，是否有您的听众由蓝转黄？因为我认为您的客观可信，逻辑不谩骂，都是最好的启蒙导师引导。我时常用您的观点去影响粉红，也想听听您的观众有没有个案介绍一下，用什么观点能够最有效的铲除流毒，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能让多一点人觉醒，中国才有希望转变。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并没有说我们有哪一个灵丹妙药一记下去这个人就醒过来了，也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家知道我们在墙内啊，包括我本人，中共洗脑洗了这么多年啊，那么要让自己要让自己明白觉醒。一方面有外部的启蒙啊，有其他你要多接触外部的信息，另外一方面自己要付出努力啊。那么这两者，外部跟内部的这个努力都不能够或缺。我是什么？我就是外部的条件啊，我提供过外部的条件，然后有些网友他自己也很努力啊，那么这两件事情碰到一起。那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改变，这个改变也不是有一天啊，这个醍醐灌顶，我搞懂了，不会的啊，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春风化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做一些基本的工作啊，但与此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尽量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独立思考。很重要啊！独立思考才能把所有的问题搞明白，好吗 ？OK， 谢谢啊。提问，请王老师分析一下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的和平协议是否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中东稳定反而对中国不利，什么情况？阿联酋我搞错了啊，把这个阿联酋搞成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上个节目的评价是，其实阿联酋是阿拉伯联盟的其中一个成员啊。那么以色列跟阿联酋签订和平协议是有意义的啊，是有很大影响啊，在阿拉伯世界是有很大影响。
这个我们找时间再分析吧。我现在一脑门子是在中美关系上面，我这个中东的局势我看的比较少，最近啊。但是无论如何，以色列和阿联酋签这个协议啊，美国来牵线啊，当然肯定是跟川普总统的这个女婿是有关系，他女婿是个犹太人啊，那是肯定是中间有穿针引线。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没有直接影响。当然，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会有交锋啊。那么美国得了一分，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啊，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提问：您上个节目讲一个帝国的统治者说让大家节约粮食，那就是亡国之因，请问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怎么说呢？你想一下，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正常运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皇帝会要求大家节约粮食吗？当然，你在有些时候，皇帝会劝大家，我们不能过于奢靡啊，不能过于奢靡。但是皇帝都不会劝大家要节约粮食，因为粮食跟奢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皇帝跟大家讲我们要节约粮食，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已经很缺粮了，理解吗？中国是农业国啊，如果你缺粮，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就是亡国之因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观点：老公日本人曾经问我，中国政府像黑社会一样，中国人没有人反抗吗？问得我哑口无语。在日本已经22年，知道民主自由的重要，因为爱在朋友圈发表所谓负能量，亲戚朋友得罪完了，最近才知道油管上有这么多和我价值观一样的同胞，很开心，不觉得孤单了。我会告诉日本老公，有很多中国人在反抗中。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中国人不反抗，是中国人都在有很多中国人反抗，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有很多中国人都反抗啊，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跟你的老公讲，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反抗精神，中国人是有反抗精神，只不过在现在大家知道，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就是就算有中国人反抗，外界也不知道。是这个问题啊。观点：关于对于信任这个词的理解，美方是先相信你，然后接触，一旦不让对方信任了，以后就完了。中方是先不信任，以后也不会信任，这和西方的信用卡机制一样，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是美方要是不相信你了，你讲的话他都不相信了，你完蛋了。你要是再去建立这个信任机制，这是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中美关系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这3个问题啊。问题：王老师你好，昨天新闻联播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创新高，但是人民币除了美元，比如英镑却一直再跌到 9.1 了，这个情况有什么内部的联系吗？人民币在全国外汇储备中占比，哪个国家把人民币当作外汇储备啊？我觉得他是吹牛的吧，不要相信这种鬼话。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不行，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不行，怎么会有中央银行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的，人民银行跟很多国家有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我的货币跟换你的货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贸易往来，贸易往来呢，我们国家呢会有一些兑换的需要。那么有些兑换需要，我需要储备一些人民币，比如说我是英国，我需要储备一些人民币在这里，方便兑换，因为兑换起来就比较快捷。就比如说
我再选一个银行作为一个结算人民币结算银行，那么这个结算银行它必须有人民币才能结算，所以就英国的中央银行跟中国的中央银行就进行货币互换，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有国家它的储备货币拿人民币做储备货币，那是非常无知的。为什么？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可兑换，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兑换，怎么会拿它的货币做储备货币？只不过因为我换了你，进行互换了以后，这个钱是什么钱？就把它当做储备吧，就这个意思。因为不能使用嘛，因为不能兑换嘛，是不是？所以不要相信这样鬼话，这是宣传，骗人的提问：最近多个彼此不认识的朋友原计划出国，放弃了国内的保研机会，现在已经毕业，却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学校说愿意提供保研机会，而且这仿佛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因为来自不同的城市的朋友都接到类似的电话。请问王老师，这是一个保汇率的手段吗？还是因为内循环，总感觉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增加这个研究生的学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保就业？为什么？就是我印象中加了100万，增加了100万，是100万还是10万？我忘记了啊。这是李克强总理李克强的一次国常会上定的事情。我记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业很困难，怎么办？就是推迟大家就业的时间。比如说中学增加这个大学的增加研究生的学位，让大学毕业生先不要去市场上，先继续读研究生这个政策应该是这个政策所以它是因为就业的形势很恶劣，所以增加研究生的学位是一个这样的事儿观点：中共统治的基础是900万基层党员及其关系网，而900万基层党员的最大的利益点是房子，所以美国如果要打击中共，就应该打击中国楼市，因为楼市爆了，900万党员的财富就爆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就爆了。不用打击房子，我们讲过很多次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什么？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撑，它就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人民币才是核心。人民币如果出了状况，资金如果出现外流，那么房价就会跌下来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美国也没办法去打击房市美国怎么打击它的房市美国不会搞得那么远去的观点：当年张学良也跟东北军说，不要给日军主动交手，避免擦枪走火。OK， 观点：维尼胞弟跟伊朗神棍眉来眼去，以色列怎么可能跟 CCP 好好相处？真不愧是总加速师情况：据说中共北戴河会议上，中共定了3软3硬政策，对美国软，对西方软，行动上要软，但对国内要硬，宣传要硬，对香港要硬。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外屈膝，对内持续镇压维稳，对欧美跪地欺骗，对内持续高压统治。我看到这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真是假。请王老师预测一下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未来的走向吧。澳大利亚会在政策制定上紧紧跟随美国吗？谢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什么基本判断？就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最先站出来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是谁？五眼联盟五眼联盟是这个地球上最紧密的政治联盟，所以五眼联盟应该是美国最坚强的盟友澳洲我觉得基本上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啊，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于澳洲来说，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中国一边，我觉得没有太困难的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啊，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南海离哪里最近？南海离澳洲也很近啊，所以南海议题跟谁有关系？跟澳洲也有关系啊。情况，据一位当保安的退伍朋友讲，维稳网格化的基础是各小区的保安、物业公司都是在当地政法委和居委会的领导下，任何敏感或异动人士被严密监控。这个不意外啊。情况，中美关系会一直坏下去，直到中国有美国满意的实质性改变。中国有什么改变？中国不会有啊。那这里面我不会同意啊，就是说中国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其实讲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啊。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他从来没改变过，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唯一我们见到的是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是不告诉你，他的内心还是没有变过的啊。情况，美国政府是让字节跳动90天内出售在美资产啊 ，OK 啊。提问，要是美国提出中国必须是真正的民选政府才能建交，这在这基础上和大陆断交，台湾建交，大陆会怎么反应？王老师可以展望一下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美台建交的可能性，我们讲过讲的还比较充分，你可以考虑看一下，好吗？情况，水灾引起的粮食问题不光是农作物被淹没，还包括牲畜在水中被淹死和冲走。大水一来，那一带的养殖场全部猪鸡羊被淹死，鱼虾等水产也会逃走，等于颗粒无收，加一根毛都不收啊！今年粮食很是问题，非常正确。情况，现在国内很难换美元，银行总是告诉你现在没有美元，有了通知你，遥遥无期。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民银行的人民币汇率操控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你现在碰到的，就是这个工程啊。观点，我以前生活在农村，读小学到初中，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外公外婆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粮食卖，一年苦到头，收入1万块钱左右，生活真的很苦，刻骨铭心，记着顶着大太阳除草，买冒着雨施肥，顶着寒冬干活，这辈子也不想再回农村。那是在农村真的生活很辛苦啊，非常辛苦，收入非常的微薄啊。观点，老公现在失信于全球主流国家，信用记录未来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说对华人没有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更要做好自己，维持好自身的信用。前几天群里有人讨论不好好交税，子女的永住被入管局卡着办不下来，还很委屈，我直接怼了一句，不在所在地诚实纳税履行义务，只想着拿福利，这叫做三观不正。说实话，诸如此类的同胞真的是给我们拖后腿。怎么说呢？如果你纳税都不好好纳税，你还能指望你做什么？还能指望你做什么靠谱的事情？你说呢？是不是？提问，华尔街驻大鳄们为何1个半月了还没有对港币动手？做空香港比97年做空泰国，打乱东南亚的难度如何？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情况，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现在国内养猪也被政府垄断了，普通人买不到小猪崽，现在猪肉飞涨。OK，
好，明谢一下这个怎么读？刘俊哲，谢谢 Daniel 梁，谢谢 Crane， 谢谢 Teresa 王，谢谢打卡浙江，打算5年肉身翻墙，希望有机会亲眼见见王先生，我们夫妻请你吃温州特产。好的，谢谢你，希望你尽快肉身翻墙，不要等5年啊，不要等5年，就是有条件马上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尽快翻 ，OK 好吗？傅柏，谢谢王老师。上一期苏共与中共的对比非常精彩，支持王老师，谢谢你的肯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哎呦，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快？